美俄海俄集合潜艇驻扎红海，加强威慑伊朗。魔鬼鱼 T-38无人艇首度与中东实弹演习。那么美军这艘俄亥俄集合潜艇型号是什么？战力有多强？ T-38无人艇在中东又能起到什么作用？10月5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穿过苏伊士运河进入中东地区。美国海军一共有18艘俄亥俄级核潜艇，但是1994年态势检查报告认为，美国只需要14艘就可以满足战略部队的需求，于是就把4艘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改装为可以携带和发射上百战斧的巡航导弹发射艇。美军并没有透露该核潜艇的名称，所以无法确定这艘驻扎红海的核潜艇是携带战斧还是携带核弹头的。这连火力军也能理解，美军很少公布其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动向，相比较核潜艇的运行几乎完全保密。美国上一次公开宣布弹道导弹核潜艇出现在中东地区还是在1年前，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库里拉登上了美国西弗吉尼亚号核潜艇。而这一次之所以公布，主要还是威慑伊朗，直接告诉你我来了，你小心一点。不过有军事专家分析，这应该是佛罗里达号，该艇是俄亥俄级核潜艇的3号艇，后来被改造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全艇的24个导弹发射井有2个被改装为特战队员的运载舱，并配备了干式甲板缓冲舱，可以让特战队员深入敌后执行渗透作战任务。剩下的22核发射井每个可携带7枚战斧巡航导弹，也就是说全艇可以携带154枚战斧，威力不可谓不大。同时派出佛罗里达号潜艇也算是当前最好的选择。如果派出战略导弹核潜艇，就不仅是在威慑伊朗，也可以说针对俄罗斯。而且核武这东西不是说用就用，但战斧不一样，没有很大的限制，威慑力更胜一筹。佛罗里达号今年主要在欧洲海域部署，4月7日曾穿过苏伊士运河，之后返回地中海、大西洋、挪威海等欧洲海域。8月至9月与挪威军方演习，对上一次被人拍到是10月18日，驶离英国苏格兰克莱德海军基地。至于目的，那就是老生常谈了。CNN 对于美军俄亥俄级核潜艇现身中东地区的分析非常中肯。美国派遣核潜艇的目的就是显示美军的军事存在，对伊朗实施战略威慑，避免加沙乱局外溢，导致其他中东国家介入，从而演变成地区冲突或中东战争。10月7日，美国国防部副新闻秘书萨布丽娜·辛格回应了美军驻中东基地近期遇袭一事。从10月7日到11月7日，美军至少遭到了40次袭击，其中22次在伊拉克，18次在叙利亚。袭击美军驻中东基地的武器主要是单向攻击无人机、迫击炮弹或火箭弹，威力比较一般。目前美军基地未出现重大人员伤亡与重大破坏的情况。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美国打算向中东各国部署至少12套防空导弹系统，以保护驻扎在中东基地的美军。说实话，美军在中东的军力已经很强了。11月3日，美国第6舰队宣布，过去3天里，美军2个航母战斗群以及11000名军人在地中海东部举行了为期3天的联合军事演习，其中包括福特号航母战斗群、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以及第6舰队惠特尼山号和意大利2艘护卫舰。美军海军学会网站还报道称，美国巴丹号2栖攻击舰、卡特霍尔号船坞登陆舰同至少3艘导弹驱逐舰已抵达红海北部。此外，梅萨维德号船坞运输舰则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美国动力网站11月5日报道，艾森豪威尔航母打击群也已经离开东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接下来大概率会部署在波斯湾附近，作为威慑伊朗的主要力量。同时，在11月4日，美国星条旗报称，最近几天大约有48艘美国和盟国舰船，包括第2常备北约海上集群的舰船，在东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活动。总的来说，俄亥俄级核潜艇驻扎中东，无疑是要进一步加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和威慑能力。说准确点，就是威慑伊朗。纽约时报报道称，几周以来，美国官员一直在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警告伊朗及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如果他们决定对以色列发动攻击，那么美国就将对他们进行军事干预。而航母战斗群与核潜艇都是美国对军事干预所进行的准备。同时，在中东地区，美军 T-38无人艇首次试射巡飞弹。
10月2日，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之前的一次演习中，第59特遣队操作一艘无人艇，使用致命微型空中导弹系统，成功击中了一艘目标船。这个第59特遣队隶属于第5舰队，一直在使用各种无人装备，在中东地区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演习也就是10月份的数字利爪，目的就是提高无人水面舰艇的杀伤力和作战能力。只是虽然 T-38 无人艇携带致命微型空中导弹系统，命中实弹目标看起来很高大上，实际上就是无人艇加弹簧刀300。在 T-38 无人艇上装一个弹簧刀300的小型便携式6发发射器。就测试视频来看，为了使用弹簧刀300，美军大概率为 T-38 无人艇配备了星链卫星通讯天线以及小型商用导航雷达。至于作用还是挺不错的，无人艇加巡飞弹可以为己方提供近距离保护，防止成群的小型载人和无人船只接近舰船或者港口。就乌俄战场的经验来看，自杀式无人艇可以对港口与桥梁造成很大的威胁，而这也是胡塞武装最常用的手段。不过说到这儿就有一个问题了，弹簧刀300的威力够不够？毕竟战斗部的重量也就 1.8 公斤，对于大型军舰来说，这点威力还无法破防。不过如果是打无人艇，威力已经足够了。虽然弹簧刀300只有一个小弹头，但是依旧可以炸毁自杀无人艇的推进系统，也可以攻击弹药部位，让敌方无人艇殉爆。而且就算是弹头小、威力低，也可以饱和式打击，直接火力覆盖敌方无人艇。这种方式甚至可以打击敌方小型军舰。只是这有一个前提，也就是摧毁雷达和通信阵列等关键系统。更主要的是风险低，可以发射巡飞弹的无人艇能够以更低的风险接近敌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弹簧刀300射程较短的缺点。而且无人艇也不是只携带弹簧刀，目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海军合作，已经在研究一种不同类型的小型无人艇。2023年6月8日，美国战略之夜网站报告，美国海军陆战队研制出远程无人水面艇，可以配备 Hero 120。远程无人水面艇长 12.5 米，可以在近2000公里的范围内进行操作，然后发射巡飞弹攻击水上和陆上目标，威力比 T-38 强得多。毕竟巡飞弹的弹头更大 ，Hero 120重 12.5 公斤，包括一个 4.6 公斤的弹头，最大续航时间为60分钟。控制信号的最大范围为40公里，不过其主要任务是监视和侦察。搭配 Hero 120之后，也能用于特种作战。至于可靠性，各位也不用担心，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使用 Hero 120的经验。早期的实验包括将一些海军陆战队的 LAV M8×8 轮式装甲车改装为可搭载8个多管发射器的车辆，用于发射 Hero 120。而且火力军之前就说过，美军在大型无人艇上已经测试了发射 SM-6 和战斧，集成巡飞弹那就是轻轻松松。同时 T-38 无人艇还能执行侦察任务，毕竟这玩意儿快。T-38 无人艇是一个长 11.5 米的双船体平台， MARTAC 公司研发的，由双高速柴油发动机驱动，采用矢量推进，巡航速度25节，最大航速超过80节，相当于时速148公里每小时。以巡航速度航行时，其航程可达3000海里以上。通过选择通信技术，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控制，还可以进入鳄鱼模式，潜伏在水面下方，以避免被发现。实战情况下 ，T-38 无人艇可以高速航渡到任何作战区域，并在抵达后减速执行任务。此外，该艇也可以在全面辐射控制或通信静默态势下，按照预编程任务参数继续运行。这种方式可使 T-38 自主执行任务，无需通过任何射频传输手段，与母船或岸上的监控人员进行交互。借助高分辨率陀螺稳定摄像机 ，T-38 无人艇能够对任务的关键环节进行视频和数据记录，等返回基地后回放给任务管理者。加上速度的优势 ，T-38 这种高速隐身水面艇可以执行侦察海岸线或港口之类的任务，同时降低被发现或摧毁的风险。往坏处想，就算被发现也无所谓，就算性能再怎么强，也只是一个无人艇，只要能完成任务，那就不亏。而且就性能来看 ，T-38 还能执行后勤任务。T-38 项目于2019年启动，作战目标就3个。第一，在危险度很高，而且环境状况随时变化的前海，可以长时间自主地执行情报搜集任务。第二，作为诱饵，协助母舰猎杀敌方潜艇，或者对敌方潜艇进行长时间跟踪。
第三，搭载各类导弹、炸弹进行自主攻击，最后还要加一个后勤。T-38在5级海况的条件下运行，其后甲板可以承载高达2041公斤的有效荷载，能够为海滩上的陆战人员提供稳定、连续的后勤支援，更强大的后勤补给。考虑到 T-38和 T-50的速度和运载能力，它们可以在对抗性的环境中支持战斗力的快速集聚。假设一个远程打击群距离海滩20海里，一个配备4艘 T-38的编队以25节的巡航速度进行，每小时可以从2栖舰艇上运送8吨的物资到海滩，这使得装载和装卸船只所需的时间非常短。如果再乘以24小时，每天就能积累超过180吨的重要物资，足以支援岸上的大量部队。以类似的方式使用4艘 T-50，每天运送的重要物资数量接近450吨。就当前的情况来看， T-38无人艇能够独立于有人平台和港口，不再需要有人舰艇来搭载，也不需要港口来维修。一旦部署，可在不干扰当前行动的情况下，赋予美海军更高的作战能力。当然，无人艇也有一定的问题，比如在遭遇敌军时 ，GPS 可能会因干扰而中断，信号降级或被拒绝访问，同时还存在被骗的风险。敌方可能会改变接收到的 GPS 数据，但是与作用相比，这些小问题其实就无伤大雅了。总的来说，美国当前在以色列部署的军事力量不会直接介入巴以冲突，无论是俄亥俄级核潜艇前往红海，还是美国双航母在中东的演习，其实都是以威慑为主，也就是伊朗与黎巴嫩。力量越强，威慑的作用越大。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认为驻扎中东的这艘俄亥俄级会携带3叉戟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